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鸡、火星特工都爱吃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专治儿童感冒、火星常备妙招的999小儿感冒药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培养深睡特工、爆梗金句多、提案全通过的喜临门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细腻好纸四清风的清风 Hello 赞助播出。在地球开会是最烦的，在火星开会是最爽的，因为我们是火星情报局。感谢地球友好单位优酷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鸡、火星特工都爱吃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华莱士。本节目由妈妈特工特安心守护宝贝超能力的999小儿感冒药联合赞助播出。终于来到了我们第6季啊！没错，突然之间的最后一期，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哈。哎，等一下，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期来的时候是在那个位置，然后上一期在这个位置，今天就到这里了呢？越来越边缘化。告诉我为什么？对啊，为什么他还在啊？更过分，挺好，表现太好了。不会啊，还蛮好笑的。我跟你讲，你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很难发挥。你当时你是观察员，但今天因为我们觉得你很好笑，所以把你安排到高级特工。因为高级特工他是要有责任的，你知道吧？他要承担的，你要讲笑话的。我绝对不会被 PUA 到的。那我假装开心一下吧，好好啊。假装开心。谢谢。我很荣幸我坐在这个位置。那好了，开玩笑了。好了，哎呀，按照火星情报局的传统呢，我们今天要评选出这一季的季度的王牌的特工嘞。没错，就在今天了啊！哇，拿了本季的季度的王牌特工哦。它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一份荣誉吧。hold on。关于季度王牌特工的奖励，我昨天接到了一个神秘人的电话。哦，多神秘啊！这通电话非常的重要，他说要给这一季王牌特工送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哎呦，具体是什么呢？我只能透露一点点，是一个能在天上飞的东西啊，风筝，一个风筝。请看 VCR， 我看看是谁在吹牛。各位特工，久违了。是的，就是我。哎呀，哇，局长！哎呀，我就是你们千呼万唤就是不出来的局长。局长。因为在往季的节目当中，我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结尾的时候给大家送去一些惊喜。旁边这样的一坨东西，大家可以看到，一看就知道啊，这是一台卫星，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卫星。哇，这是卫星哎！就是希望呢，最后在节目的尾声，非常非常棒的那一个人有机会把你的名字写在这个卫星上，然后我们通过火箭把它打到天上去。哇，真的飞上天啊！这颗卫星呢，它大概是10公斤。10公斤。它距离地球是500公里。500公里。近地轨道。近地轨道。然后它会在天上盘旋运行多长时间呢？大概是3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大家好好的加油，争取把你的名字写在卫星上。谢谢局长，谢谢局长。哇，一颗卫星啊！哇塞，终极特工会有一颗卫星载着他的名字送到宇宙去，好好哦。对，后续的费用自己解决，很贵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礼物，对不对？对啊，这个好珍贵了。除了局长准备的特别奖励之外，还有一位特工，他虽然不在现场，但是远程想送上一些祝福给到大家，好不好？来，谁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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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呦，嗨，好美哦！我是宝宝，菲姐，哇，闪得好快，很难一个一个打招呼。你的手很抖，你的手稍微稳定一下。哎，对对对。露丝，哇，穿得好美哦！好美哦！哎呀，今天是我们火星最后一期录制，好看。没有人 Q 你，没有人 Q 你，转啊！哇，丝袜全部烂了，破了。露丝，听不听得到我们说话？为什么？哦，现在好一些。有了。不是，你稍微还是对着镜头。我们要看人，不要看发际线。但是对着镜头没有声音。哦，离远了就没有声音是吧？对。哎呀，你们看一下多吓人！
来，露丝，今天是你生日，对不对？是要去跟粉丝办一场8年以来第1场演唱会，开演唱会了都。是见面会啊，见面会。我本来这期很想回来，但是我说才哥，你今天还让我来录，实在是有一点过分了哈。对，然后才哥就说，那你下一季再来，所以我就期待下一季。是下一季了哈，那你下一季的时候最好要整个1季都在，好不好？好的。露丝，那我们等你下一季来跟我们见面，好不好？谁呀？什么？说你下一季来跟我们见面，好不好？哎，好的。那你就好好过生日喽！赶紧准备你的生日会，拜拜，拜拜，拜拜，生日快乐！谢谢哥哥姐姐们，拜拜，拜拜。哇，露丝都叫我们哥哥姐姐了，哎呀，真的好感触哦。陪着火星长大的。哎呀，第1季的时候开玩笑，我们才30几岁，现在你看我们什么样了？你都6。虽然是最后一期了，那我们呢终极特工里呢还是有加入了更多优秀年轻的人了。哎，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终极特工，好不好？噔噔噔，好来了，厉害了！第1位就是我们的伞兵。大家好，我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项目冠军 Powerboy 伞兵。太厉害了，厉害！欢迎伞兵。好，接下来我们的是荣子熙。哎呀，荣子熙同学你好。欢迎子熙。我是演员，然后我叫荣子熙，希望大家多多关照。欢迎。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张赫同学。哇哦！哎呦，大家好，这里是张赫，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的侠客。所有人都开始押韵了，不知道为什么。像你这种全身上面有 bling bling 但只有领口有的这种衣服不好找的哦，只有4一有哦这款。对，其实4一有是那扎生的边角料。好的，最后提醒一下，我们最后一期的笑点呢，还直接会计入我们整体的一个笑点数据库之中，而我们的笑点记录员依然是我们的美娥姐和我们的彩香姐，欢迎，美娥姐又来啦！大家好，新的一天我们又见面了，祝在火星每一位天天好，年年好，一天比一天好，1年更比1年好。好，是的。天天好，年年好，天天好，年年好了。因为有一点新年祝福的意味，因为我们这期播出的时候是已经2024年了，1月份的事情，新年到了，所以祝各位新年快乐。是的，哎呀，太好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那么谁会是火星情报局第6季的季度王牌特工呢？我宣布，今天的会议正式开始。哇哦！终于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1个提案了。谁来提这个案？哦，那个人就是敖犬。哇！我发现，地球人容易莫名丢失边界感啊！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每次录完节目，然后我的 PD 就会来跟我说：“哎，全哥，你不觉得你今天在节目上跟那个谁说话有点没边界感吗？”谁啊？是有点吗？是非常。JK 哥就这么走的。对啊，你知道后来为什么 JK 不来吗？对呀，因为他没礼貌了。不可能吧？真的。真的，我们所有人跟 JK 哥都有个群，没有拉你进来。他应该已经给你拉黑了，你能看到他朋友圈吗 ？JK 哥说你是垃圾。不要抹黑 JK 哥。我不来了，以后再也不来了。Just kidding。开玩笑，没有啦。OK 啦，然后那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感觉啊，我有吗？我就在做综艺效果啊，所以我就觉得肯定大家一定都是这样子，不只有我是这样子，只有你。我们开玩笑尺度把握得很好。对，我们开玩笑马上跪下。你问问这些特工们有没有谁，你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他们觉得有点过？非常过，因为我觉得他是垃圾。哎，这话不是好朋友就出不来了。我想这个就是综艺效果。天哪，这种算没有边界感吗？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还好了。哦，真的？你是垃圾。垃圾。好垃圾，拖拉机。好了，你们像话吗？
真的是开个玩笑可以了嘛？所以呢，每一个人你们都垃圾要小心。sorry， 说不完了，好了，够了，差不多得了。好了，其实我是作为提案人，也是顺便提醒大家，这个边界感很重要。你先说说你有这种情况吗？好，反正就是这个第6季的火星，我们都会有一些特工聚餐嘛，然后就在某一期录完之后，在这个聚餐上，我说了一句非常冒犯的话，得罪了现场某一位女艺人啊！你们猜这个女艺人是谁？谁啊？娜扎那次应该没跟我们吃饭，所以就2选1。那天我就看到他，戚薇，嘿，戚薇，你好像跟小时候长得不太一样哎。啊！戚薇现场卡住，崔世宪也卡住了。老薛是觉得现场气氛很尴尬。对，我说，哎，戚薇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国字脸。我跟你讲，她现在脸上都没怎么动过，除了那个双眼皮跟我一样像镰刀砍的。你是镰刀砍的，我是个杀牛的刀。你看，你不信你做个猪鼻子我看看。你看，能做，你看。所以你看，你想多了嘛？来，我们这样，我所有的副局长做一下，好不好？好坏呀！刘维如果真的推了，你们都会吓死。待会儿我头上有即将会。毛病啊！不要那么夸张了。你家鼻子做到这儿啊，人中。这个故事到底讲到哪里？我们好没有分寸感啊！哎，大家熟嘛，大家别误会，因为我们真的很熟了，所以我们无所谓的。没关系，没关系。好了，其实我就是那种直男发言，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有时候可能我是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觉得自己可以跟他靠近距离啊。嗯。所以我今天现场就想要问一下戚薇，你是不是真的没有答应那么多了？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你们也知道，情绪很稳定的一方面是非常大气的，所以对于他这种没有边界感的事情，我觉得其实我非常在意。我很有自信说你不会在意耶。是这样，在结束之后，我有跟轩轩吐槽这件事。真的假的？我说是这样的，我之前都没有来过火星，敖犬我们之前见过，但是并不了解他的个性。我还是这样冒犯人的人吗？然后我以为薛谦会说其实他不是的，但是薛谦说就是这种人啦，一直很没有边界感的。哦，没有了，我是看过你小时候，我觉得你是很可爱那一种类型的。我现在不可爱了。戚薇，如果真在意，我今天跟你道歉，对不起。啊，搞得这么严肃，那你再给我也道歉。还有我，说过我矮，来道歉。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寻常时间还是都是有边界感的，但是有的时候一旦喝了酒，那个边界感就会越来越丧失掉。这个很容易哦。这个故事是我妹妹讲的，她有一个朋友，就是平时都很好，一喝酒以后就是把所有人都当兄弟、当亲朋好友看的，就特别仗义。有一次他们在成都喝完酒之后呢，那个人是开车来的，他就是叫了个代驾，以后大家说：“你好，先生，请问要去哪里？”马尔康。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成都和马尔康的距离，400多公里。哇，好远！过去就要4个小时，而且那个人明明在成都那天是订了酒店的，喝醉酒就要回家，就开始开，差不多开到成都3环左右的时候，师傅不好意思，停一停，我要下去吃碗面。老板，2碗面，给代驾来了1碗 ，OK 的嘛，代驾也吃碗面，到时候好开车。老板，4瓶啤酒。兄弟。这2瓶是你的，大哥，我是一个代驾，代驾怎么了嘛？跟我出来玩不能没有酒喝。代驾好害怕，因为代驾拉到那种喝醉酒的人，他没办法了，代驾就开始喝酒。但是我喝了酒，我待会儿怎么？没关系，我待会儿再帮你找个代驾。我跟你讲，那天这位朋友和代驾在那边一人干了2瓶啤酒下去，又来了个代驾，那个代驾拉着代驾和这个朋友去了马尔康。2个代驾第2天抱着他们那个滑板车坐大巴回的成都。我昨天喝多了，就有的时候喝完酒以后就很莫名其妙，知道吧？给代驾叫代驾，我都疯掉了。觉得大哥找代驾玩挺好，我觉得这招不错。神经病！哎，跟你们讲个关于我边界感没有的故事。哦，你知道对我来说什么节日是对我会很开心？是万圣节。因为万圣节我可以不是薛之谦，对，我可以是 everyone。哦，那天你扮的向太哈，他扮的这样。什么？这简直是危言耸听！
不是我了。哎，我告诉你哦，那天哦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人里面哦，有我啊，有你呢，真的假的？给大家看一下我那天妆容啊，看一下。哇，认不出来钢铁侠。对，我再给你们看一张哈。哇！我想问一下，旁边这位大爷是怎么身材那么差？这个蜘蛛侠光是这样子都看得出快50岁了。这是朱桢啊，朱桢哥啊。对，做蜘蛛侠还要戴个帽子，怕人看不着他没头发是吗？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不戴帽子啊，没有安全感，所以他这样穿还要戴个帽子，就很好笑，你知道吗？那我其实特别喜欢这天，因为在这天的时候，平时如果我去市中心，我正常的打扮的话，我可能会给别人添麻烦，你懂吗？所以我都不去市中心，我也不太去跟年轻人的沟通，所以我在每次办事情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跟年轻人大家一起去随便聊天，他们也不知道我就很开心。对，做自己。然后呢，我们就去了嘛，然后就到市，但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其实市中心是没有这样奇装异服的人的，因为警察会拦住你的，因为这很不安全。我觉得我很能理解，就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像打扮成这样，对吧？但是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要抓钢铁侠，哇，抓一卡车，你懂吗？所以在市中心的时候，警察会说拦住，你们就是奇装异服的就不要进去了。那我也不知道这个规矩，我鬼知道嘛，对吧？我就很赶忙，我就进去了啊！我跑到市中心里面一看，哇，警察就把我拦住了，你知道吗？然后警察说，你那蜘蛛侠那钢铁，过来，钢铁啊，那钢铁，老铁过来，破铜烂铁，蜘蛛钢铁过来，废铁。好难讲啊，然后他们就拦住我了嘛，然后警察说，你们俩不能进去了啊，你们这帮人都不能进去啊，奇装异服不能进去了啊，危险的，你们要进去的话把衣服脱掉。我就跟他讲，我说大哥，我每年只能出来这一次，我平时见不到人，我想去市中心，我都没去过市中心，你让我进去吧。好可怜啊！让我进去吧，我就很可怜，我说我是被囚禁的鸟。你把自己说的好像放风一样，你干嘛？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喝多了，痛风。我那天还开心，我还喝啤酒，喝了就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很开心，不知道谁。那个钢铁侠过来都是这样。那个警察就看我，就莫名其妙这个人，不要跟我啰嗦了，对吧？你要进去的话就脱掉，对，就把衣服脱掉，你必须要脸露出来才进去。我说大哥，你真的要我脱掉吗？我脱掉会给你添麻烦哦。我说，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那我脱了，我真脱了，我真的很想进去啊。然后这时候我是真的想脱，可是那时候旁边已经围满人了，你知道吗？他们有很多人都跟我钢铁侠合过影，你知道吗？我就真的要把帽子准备脱下来了，我就说，那你别怪我，我真的脱了。我刚想脱的时候，蜘蛛侠把我一把拦住，别，你怎么能脱？我已经有点失去边界感了。然后蜘蛛侠马上就跟那个警察说，就说，不好意思啊，你看能不能让我们进去一下？他真的很久没出来玩了。他就把这个面罩咵拉到这里了。警察说你谁啊？没有了，朱桢哥在上海很红，莫名其妙，反正就是这样嘛。他就把他说，大哥，你就让我们稍微进去一下吧，对吧？然后他就把脸一露，然后呢，警察一看是他，突然间他就反应过来了，他就看一眼这个钢铁侠，看着我，他说：“那你是？”哎呀，尴尬了，我是被囚禁的鸟。已经喝多了，没边界感了嘛？那警察觉得我神经病，他就说：“过来，你们俩过来。”啪，把我们俩服务转过来，背对所有观众，他说：“打开，我看你是谁。”我也没办法，我就因为那个头盔很帅，啪一按，变身了，好帅！哇，我觉得自己好帅。然后警察一看是我，你们俩啊，别进去添乱了。哔一按，但是警察人很好，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再往前面绕哈，然后呢，那个淮海路的中间的正段路是可以走进去的，好不好？你们要进去玩的话，你注意安全，但是别把头盔脱下来啊，别添麻烦。”我说：“好的。”我们俩就很开心的，哇，一路就这样哇绕。那天气氛真的很好，玩得很开心。我旁边有很多的那种小朋友和年轻人，我就混入他们里面，但没有人知道是我。来给你看一下。哇，真的是！哇，路上全是人。我跟你讲，这张照片播的时候，那些人才会反应过来。对，那些人会反应过来，那是我。这些人每年都会期待这个万圣节了，这期节目播。对，挨个人的面罩开始扒。薛之谦，哎呀，薛之谦，那些蜘蛛侠是从头顶扒，从顶上看。
然后我们就去玩嘛，然后这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谁呀？我兴奋到不行，我就一定要上去跟他合照。谁啊？梅西。啊！因为有人 cos 梅西，知道吧？我梅西，我就去了，我刚刚跑去，但是就是这张照片出事了。什么？我说梅西，我要跟你合照。他说 OK， 我们俩就合照嘛。在这一瞬间，我把墨镜啪拿下来以后，在按这个东西的一瞬间。眼睛露出来了，你知道吗？就啪拿下来以后，马上就按的时候，滋，那前面突然间旁边有个人，因为其实旁边已经很多人围着了，一拿着啊，薛之谦，然后我咔咔一关以后，我还在拍张照片，然后我就这个，然后这是薛之谦，然后旁边人说啊哪里，梅西旁边那个，他们就很多人围过来就说，哎，你是薛之谦。我说哎，不，我就不敢说话了。俺不是薛之谦。这时候蜘蛛侠就出现了，你知道吗？他想帮我挡，哎呀，不是，他刚想说不是的时候，你们认错人，他反应过来，他不能露馅，因为他声音也很明显。他一旦确定他是朱桢的，那马上就是我，但一定这个就是劫线手，他就出来说你知道他干嘛吗？开始吐丝。就护着我走的嘛，我说啊，那你呢？你在干嘛？我就一直在那个，我是一只囚禁的鸟，我就开始跑，然后跑到我车上，快走！你的万圣节好累哦。哇，好累，但是我跟你讲，真的超好玩，因为其实那天我是可以不做我的，很放松嘛，就很放松，所以我可能一年就这一次失去边界感，哦，但很开心，特别开心。我觉得这期播了以后，那天跟钢铁侠很多合影的人，应该照片就翻出来，对他们就会发出来，就知道是我了。但是很多人那些合影是因为喜欢钢铁侠的。对。原来是薛之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刘维呢？有没有？我今天来讲这个故事呢，其实跟现场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现场的每一个人遇到自己喜欢的偶像都没有边界感，对不对？对。我们还是很有礼数的，遇到偶像。女生们，你们自己人生当中有自己的生活，对不对？就是你很高冷啊，会有自己的性格。但突然遇到你的偶像，你是不是也会一样的，对吧？然后你男生你再阳刚，然后你突然看到娜扎，娜扎，过来娜扎，也会失去边界感。不至于像你那样，但喜欢是。对，喜欢是真的会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其实我追偶像的边界感上来讲，说实话很一般，因为我有自己的偶像嘛。我自己喜欢徐怀钰，就是我是女生，然后徐怀钰去参加了姐姐啊，大家都看了。对，你在网上疯狂为他声援。对，因为很多人说他不好，他确实吧。不，什么？不是，你听我讲，他确实当时我个人也是觉得他选歌上来讲可以有更好的突破，但是呢，我。就是自己家孩子可以说自己家孩子，但不允许别人说自己家孩子。对。就是你们可以说薛之谦，但是别人不能说薛之谦，对吧？是一个道理。所以呢，我就给徐怀钰写了一篇很长的，就替他平反的。结果有一天，龚琳娜老师给我发微信，说：“维维，我现在跟 Yuki 是一个组。” Yuki 看到了，他真的很感谢你。那个口音都被影响了哈，龚琳娜老师。然后龚琳娜老师果断就给我打过来了一个视频电话。我当时拿起手机，我知道这个视频电话里面一定是徐怀钰。我跟你讲，我当时第一秒我就挂了，我挂了。没有，我当时我觉得挂了，我不可以，我跟我的偶像不能这么近距离，害怕了。没有接通那个视频电话之后，徐怀钰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语音。打你电话你不接，你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神经病啊！人家是真诚的感谢。我为了证实这一切，我给大家录了屏，让大家听一下徐怀钰对我说了什么。哇！嘿，刘维，我是 Yuki， 谢谢你帮我说话，我知道很辛苦，然后会被人说很多的一些不好听的话，但是你不要放在心里面，因为我也没有放在心里，我们认真就输了。哇！我跟你讲，每一个人收到自己偶像给你们的语言，其实你们都控制不了的。所以我当时想了太多的分寸感，但是当我回复他的时候，我真的控制不了一点。给大家听一下我的回复。你说了好多话，是。
牛嘛？什么？刘维，你当时在放牛是吗？没有。人有。你们要听这个。你只要开开心心的，我们就是天使。只要你需要我们，你就 call me，call me，come give a call， 然后我们就会飞起来，飞到你身边，给你更多的爱，因为我们都是女生。拍下，拍下。等一下，等一下啊！你这个播出来干什么嘛？因为我刚才所有的话里面每一句都是他的一个歌名，对，因为他有歌叫《天使》，他有歌叫《Call Me》。那我问一下，这个是他哪首歌？而且我跟你讲，一般在别人发微信给别人这种情绪状态的时候，他要有一个准备的，他肯定是那种徐怀钰调整一下，对吧？没有了，没有。没有，你为什么要闷啊？没有，那不是闷，就是你见到偶像，肯定有些人是啊，但我见到偶像，我的声音是，每个人不一样啊。看我的哈，哪有了？好烦。好了，我发完了这些没有边界感的语音了之后，徐怀钰再也没有给我回过一条了。隔了第2天，龚老师给我回了一个。龚老师。够了！好了，让我看完最后一集了。好，他回什么？他再也没有回了。然后第2天，龚老师就给我回了一个：维维，谢谢你啊，你的祝福都收到了，再见。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们有过联系了。但是咱们必须得大写的说一句话：徐怀钰开微博关注的第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我。棒！大家可以理解吧？对偶像这样，确实会这样子，就有的时候容易激动，但是这样的，控制不住，是控制不住啊！哇，陈子明来了！之前有一次录节目，跟王嘉尔老师一起录，请把他的名字说清楚，王嘉尔。王嘉尔就王嘉，王嘉老师，我刚听谁呀？王嘉尔老师没有边界感。然后呢，网上有很多推送，就是某些短视频平台说王嘉尔老师身上很香。我就很好奇有多香啊！哇，你好可怕！哎呀，嘉尔哥，哎呀，很高兴见到你啊！哎呀，你好。我最香的是这儿，有病啊！然后呢，就一直没有机会，就都是正常的这种距离嘛。完了之后，我那天杀青宴，我喝醉了，我就觉得今天一定要尝尝，一定要尝尝。哦，不是，一定要闻闻。一定要闻到男神的味道，因为要确定一下到底有什么味道，有确定一下到底有多香。然后我就追王嘉尔，我说我要抱他，我说嘉尔哥，然后嘉尔就那种，哇，什么意思啊？对，完了之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喝醉了，我觉得我竟然抱到他了嘛，你抱到他了。追到了，搂到了，好香，确实很香。后来我觉得，就是王嘉尔老师这样跟我拥抱了，我得给王嘉尔老师表演个才艺吧。然后我就开始，我说嘉尔哥，你看，我做俯卧撑特别厉害。然后我就这样，哇，做2个都累，看着的。王嘉尔老师因为他也一直鼓励我，他一直这样。他这是鼓励你吗？他是想跑。你正常点行不？求你了哈，吓着我了。我说火星情报局请不来王嘉尔。是的，因为有他。我有这种家长里短的边界感的事情哈，就我发现有时候有一些没有边界感，它其实是被动造成的。就我男朋友呢，他是那个西方人嘛，他对于自己的长辈，除了父母之外，其他所有的叔叔阿姨，他是不会叫叔叔阿姨的。他都直接叫名字，对，所以呢，第一次我带他见我父母的时候，他就提前问了我父母的名字，我不知道他要干嘛。等到见面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好吗？铁军、春梅”，直接叫你爸妈的名字。对，然后我爸我妈都愣住了，觉得哇，这个老外好不见外啊，很没有礼貌。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清楚了，我说不要这样叫，一定要叫称呼。但是呢，他这些年虽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有见长，但他就有一些称呼他分不清，他只能按照自己的逻辑来记忆。比如说，外婆和老婆，他就分不清。他分不清是连长相都分不清吗？
就单纯的他分不清这两个字该怎么叫谁。按照他的逻辑来理解，他觉得老婆应该是叫那个更老的婆婆，应该是叫那个 grandma。老的有道理。然后他觉得外婆的话跟 wife 不是，对他觉得跟你懂哈，就是他觉得跟 wife 谐音，所以应该用来称呼妻子。哦，他就是根本分不清。然后前段时间我们俩不是回老家领证了嘛，然后我们领完证那天，全家人一起吃饭，他非要站起来提一杯。然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啊，很开心今天跟小鹿结婚了，以后小鹿就是我的外婆了。哇！然后看着我说，以后我会跟我的外婆早点生一个小孩，让我的老婆早点抱上孩子。然后我外婆说：“你们先聊，我走了。”就我发现我们家我男朋友因为这种中西文化差异，他产生了很多这种没有边界感的行为，就非常的让我家里人抓狂。但还好，我们家内部还有一个更没有边界感的人，跟我这个男朋友形成了这种制衡关系。就是我奶奶，就我奶奶，她脑子里有一些那种传统习俗的观念，她改不了，会让她这个人表现得非常没有边界感。比如说我奶奶一直认为，我就算跟我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们回老家回娘家，我也不能跟我男朋友睡在一个屋子里。结了婚也不能睡在一块儿。对，她的理论是说，如果我跟我的老公睡到了一起，这个会对我的哥哥不好。啊？为什么？对，是会克哥那种吗？对，就说舅舅都很脆弱，打扰哥哥睡觉了，声音很吵，因为他们晚上聊天。老家是有没有墙是隔断？对，是那种帘子拉开，哎，轻一点啦，轻一点，不好意思啊。I'm sorry 啊。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回家领证之后嘛，然后我们俩就睡一个房间，哎，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之后，发现我男朋友不见了。哦，然后我就想，哎，这个人一般不会起床比我早呀。然后呢，我就下去找，然后发现他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在这里睡觉啊？他说，半夜我奶奶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房间，把他拍醒了。然后我奶奶就直接跟他说了一串方言，就是哎呦，你们不能睡在对，你们这，你们不能睡在这，你们我是啥玩意儿？你们舅舅在这能死了，你们就结婚嘛，就他可以他舅舅，会晒，沙发上就睡。那你当时在干嘛啦？我在睡觉。你睡得好沉啊！我睡得好沉。那你俩睡觉为什么不锁门呢？为什么大家可以随意出入啊？他们锁门的时候，奶奶已经在床上了，就知道你们今天晚上要睡在这里。奶奶拍的是从下面拍的。奶奶说：“时间差不多了，孙女睡着了。”因为那个窗户都是他装修的，是可以从外面打开的。啊，所有的窗户一点不防贼，不防盗。不防，我亲眼见过我奶奶，她就这样把那个窗户打开，然后这样把手伸进来，就把门打开，然后就进来了。所以从那之后，每一次只要我跟我的男朋友单独待在某一个房间里，我奶奶都会自然的走进来，然后把那个门打开。哦，门必须敞开。哎，后来我就开始去跟我家里人吐槽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我不是个例，我姑姑、我堂姐他们的老公也被这样拍走过，拍一拍他，然后再走。所以奶奶现在房间里集齐了所有的你们家里的家人，都在你们房间坐着。奶奶，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自己老婆身边呢？我奶奶的没有边界感在于，头天晚上刚把我的男朋友拍走放到沙发上，第二天早上吃饭，她会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说：“你们俩怎么还不要孩子呀？”然后要得了吗？你这样开门？本来就是 yesterday。然后我的男朋友就说：“要不起，你都不让我跟我外婆睡一起。”好了，结束了。啊，都不让你跟我外婆睡一起。要不起。家里人确实比较容易没有边界感。那时候我大概已经到初3了，你们敢相信吗？一个初3的小朋友，还跟奶奶是睡在一个床上的。我晚上的时候哇，就很喜欢抱着我奶奶睡觉，然后我爸爸就看不下去了，他说：“孩子，你长大了，你这别跟你奶奶睡了，对吧？我给你弄个小，因为在家里条件还不好，只有2个房间。你跟你奶奶你给你买个小床，你睡在奶奶旁边。”我说不要，我就想这样子。我其实对这方面我也是没有边界感的，我就一直晚上喜欢抱着奶奶睡。然后后来我就妥协，你知道妥协到什么程度呢？我说那我最多这样，你不要给我小床，我反过来。奶奶睡小床？不，我头倒过来。睡小。本来我跟奶奶是这样睡，对不对？但是我说我最多妥协，然后我就换成这样。对，我喜欢抱我奶睡觉，我就开始抱她脚睡觉。
然后你知道后来我爸爸怎么杜绝我吗？就爸爸实在受不了了，就去买房子。就受不了了，买一点大一点的房子。对，贷款买一个大的房子，让我多一个房间我才睡上去的。要不然我小时候一直没劲，就非要跟我奶奶睡的，就习惯了。确实。但你现在回头想想，多美好的事情。是美好的回忆，很有爱，就是整体感觉。确实，刚刚有感同身受，因为家是每个人心中最重要的存在啊，尤其是为人父母以后，那孩子呢是重中之重。为了孩子的健康啊，家里备着小儿感冒药，守护宝贝超能力，妈妈特工特安心，陪孩子每一刻成长。那接下来到谁啦？哎呀，下一位我太期待了啊！请问啊，娜扎同学，娜扎，哎呀，今天看看你在这个位置上发挥的怎么样？我觉得我没有你这么劲爆了，然后就平平淡淡，我就快快的说完。不要了，说慢点没关系。其实我们家呢，就从小就有2个女儿，然后我有一个亲姐姐。请问你姐姐跟你一样是长得很漂亮那种吗？都差比我差很多。真假的？这是能说的吗？我们2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就是她就是更男孩子一点。是这种类型吗？差距会不会太大？怎么可能？我姐美爆了。大家好，我是娜扎的姐姐，鼓励大家。对，然后我小时候是这样鼓励大家的。你说 ，I'm sorry。啊，对不起，我们喜欢插话。最后一句，我们错了吗？我们死好不好？有点极端了哈。对。好，然后呢，就是我姐姐从小就是会把自己穿的就是很时尚，然后她又比我大5岁，然后在家里面我经常就要穿她淘汰的。确实，我从小就仰望，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姐姐穿的这么好看，然后我就每次看到自己的衣服或者她给我的衣服，我都觉得很适合，当然是符合我当下年龄的衣服。只是过时了，都过时5年，反正每件衣服刚好5年，那也蛮尴尬的。就是每一次她买一件衣服，我就姐姐你这个裤子好好看，我也想穿。然后她说绝对不要让我发现你穿我的衣服，只有我允许你才可以穿。然后当时我就小学5年级，然后所以你是穿不下的。确实，因为她比我骨架要大。姐姐是骨架多大？大象那样。你姐姐在我的印象中现在很像一个绿巨人的感觉，很阳刚哎，你姐姐。不要，我之前在一个节目里面说她比我黑，她都骂了我1个星期。对，那个时候是黑，现在又加了个壮，又黑又壮。没有，她很爱我，她可以理解的。然后呢，有一天早晨，我就是每天都要跟他一起去学校，然后那天我就是为了穿他那条裤子，然后我就说啊，我肚子疼，我去不了了。然后他就说，哎，你快点！我说我真的去不了，你先走吧。然后他就说，那我走了，他走。这么拙劣的演技都骗到姐姐了。然后立马就穿上之后。真的很大啊！我发现这个裤子大到就是我没有办法让它撑起来，我要走2步它就掉下去了。啊，姐姐黑壮，腰还粗。然后那个裤子就很大，然后我把我们家的浴巾和毛巾连到一起裹在腰上，然后我就把它套在上面，把腰弄粗。但是到学校走了几步之后，我就感受到我的那个浴巾就在往下滑落，然后堆的下面都磨破了。然后晚上回去之后，我姐姐一定发现她的裤子我是穿破了的，但那时候她就忍我，她就说。我以后的衣服我跟你说过了，我说你不能穿，你就是不能穿，你再穿的话，我罚你洗1个月1年的碗。当时我就想，你都说了我不能穿你的衣服，没有说我不能穿你的裤子啊。你还能反应过来？然后我就穿，但反驳他。那时候我不敢反驳，他脾气是比我大很多的。脾气还大，我还是会。腰还粗，还黑，还壮。哇，你真的把你姐说的，你姐现在站出来说，这简直是危言耸听。现在他把他姐描述的像金刚。然后过了几天，他又买了一件外套，就那个外套是毛衣外套，然后是那种毛领子，像假毛。你姐在这儿呢，你姐。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好高贵啊，而且我又白，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可以白。你姐黑，哇，脾气不好。就你从头到尾一直讽她。没有，然后我就想，这件衣服我一定要给她穿下。5年级就要穿那种假皮草了。对。好恐怖啊！来，我们一起做语文作业吧。这为什么？我不理解。然后那一天我下课比较早，然后他要上晚自习，然后我就立马回来之后我就想，
这个时间我可以把它穿出去，大概就穿2个小时再给它摆回去，不要让它发现。然后我就真的穿上了这件衣服，我就走到我的小区里面就开始睡。走秀，然后我的朋友们就说啊，大张你这衣服好好看，真的好时尚。然后你就会觉得，绝了，就是那种感觉。天哪，你5年级就有这种感觉了？有，5年级跟《甄嬛传》一模一样，整个小区里面。然后那一天我就很完美的把我的衣服挂在了那个原封不动的位置，然后我姐姐就回来了。然后她回来之后，她打开衣柜，我就感觉到一阵冷风。她在后面，她就看，然后她就这样。Monkey 的吗？什么意思啊？你穿这个了是吧？哦，不要吓死啊！我的天哪！当时就想，我明明都给他套好塑料袋，然后都放到原封不动的位置，他怎么会发现？然后对呀，为什么？他为什么上面有外面的味道？哇，他都能闻得出来外面你去哪儿了？我就当时就傻了，我就这样，没有，我没穿，他就。直接就拽着我的头发，我不知道你不要穿我的新衣服吗？然后我就整个人就傻掉，我就说我没有穿。然后我姐姐就说我不是要求你不能穿吗？然后那一刻我感受到我姐姐的那种疯狂和那种生气了。然后那一次我真的就感觉到我真的做错了，然后她就惩罚我起了1个月的晚。然后你当时心里就下定决心说，等老娘红了，我就在节目上诽谤你。没有，我当时就想，要求脾气不好。我当时就想，我一定不会再穿她的衣服了。然后过了没有1个星期，我还是忍不住想穿，然后我后面就经常还是偷偷的穿。但是我觉得我姐姐一定发现过很多次，但是她对我的爱就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我小时候确实是没有边界感的穿了她的衣服，但是现在就是我还是可以让她也可以很幸福的穿到我更多好看的衣服，或者给她买更多好看的衣服。哎呦，真温馨，真好。哎呀，我太难了。还 OK 啦，蛮好的。你不是之前那个张美琪对你也没有边界感吗？对。张美琪是他的经纪人啦，然后大家解释一下哈。我是经纪人，没有边界感。更夸张。你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吗？最开始的时候，江湖上有一个传言，说契约团队很可怕，因为他们在招聘的时候会专门挑别人的身材。啊？怎么这么说？这个招聘这一块的位置的工作是我经纪人张美琪在管，所以想说。难道问题出在他身上吗？哦。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我的那个商务经纪，然后我问他，我说，哎，你们招聘的过程还顺利吗？还刚招进来吗？他说，美琪姐呢，就是还挺喜欢，就是跟我们还蛮坦诚的。我说啊，坦诚，为什么这么说？然后还给我讲，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韩国，下午见面完了之后，他就说，来，走。我带你去汗蒸，就刚认识的，算是陌生人了。然后你想，招聘人员面对自己的老板，未来的老板，那我到底对吧？去还是不去？去还是不去？觉得很尴尬。然后呢，到了换衣间里面的时候，想说，那我要脱多少？以为是一种考验。在他正在纠结的时候，张美琪就过来了，直接一丝不挂啊！哇，走过来说，哎，怎么那么慢？往外脱，快点，快点，张美琪。啊！他完全没有任何一丝的尴尬。然后你说刚刚招聘的小姑娘，那她能怎么办呢？那她就只能就是，对，就默默的就跟着她进去泡了哈，边脱边哭。然后呢，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我害怕她不是个例。然后我就去扫了一遍我们最近被招聘起来的小朋友们，发现的确不是个例。如果他在东北招聘。那么就是搓澡啊，如果在北京就是 SPA， 如果在韩国就是汗蒸，如果在日本就是温泉。他有病啊，他非要去这种地方。就是很喜欢，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跟人家赤裸相见。但是我以为他只是把这样的威严用在了员工的这样的啊，结果发现他不是的。还用在哪？他对于我们的甲方品牌爸爸啊，也是这样操作的。都有照片在他们手里，不合作我就发出去。这是个非常我张美琪，这是一个角度哎，说不定他就是正，那我不知道。
开始有一个就是品牌，它是美妆品牌。然后那天人家那个美妆品牌的老板就带了2个模特来，哇，画了他们家全妆，就说你看我们这些模特画的多好，这个全妆。而且我们完全是防水的，整个一个妆面都非常的精致。你看啊，所以七哥要是代言了我们这个品牌，那这个是提升了很大一个 level 啊，是吧？开玩笑，走泡澡吧，别说了，泡澡去。然后张美琪说：“好的，走，又来了啊！怎么还没脱完啊？赶快，快点！好吓人！所有的人家全部都跟着他，默默的啊，看着人家那个模特，然后四目相对。他说。”哎，我们来看谁憋气憋得响好吗？3、2、1，谁会去带金主爸爸去憋气？有病啊！那个金主爸爸一憋下去，他按住他头，合不合作？合不合作？今天不合作，别站起来，合不合作？哎，然后一起来，妆全花，一出来，哎，2位你们是谁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问张美琪，我说品牌甲方，我说怎么带人家去泡澡呢？他说你看，他说他们家东西是防水的，你看憋进去起来全花。什么防水？连90度的水都受不了，还防水呢？哎，你90度神经病开了，这个你脸皮怎么了？大闸蟹都变红哎！这个骷髅是谁啊？刚下去还是模特，上来变骷髅了。美琪姐没事儿，张美琪也太抗造了吧？美琪姐没事，下个甲方。上来是娜扎，下来是杨迪。但是其实说实话，我也是借用过那个张美琪的团队的。泡了几次澡？但他没有带我去泡过澡，但是我一个代言都没有。估计他也是帮我谈的时候，就是帮我什么轮胎啊这种广告的汽车广告，他直接把那个汽车就开到缸里去，开玩笑。所以我那时候一点都没有代言。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跟泡澡泡没的都是。都现在泡一泡，泡过了不能开了，你这个。什么汽车90度的水都受不了，对啊，你这不说防水的吗？你这个防水的代言船嘛，游艇行我是。但实际上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辟个谣哈，就我们团队没有这，我们是很专业的。张美其实刚才用那个方式呢，她其实我那个代言是没有接的，但凡是就体验之后发现不行的，我们绝对是不要。也在这边预告一下嘛，下个月马上就要上你新代言搓澡巾了，就已经试过了，很爽的。耶。瑞吉有这种情况吗？其实那个边界感对我个人而言，其实是20年或者19年的时候，这个词汇才会走进到我的世界里边的。在我接受到的 hiphop 文化，它是一个很要大家团结，很要对我的音乐忠诚，对我的兄弟忠诚，对我的态度忠诚的一个东西。插不进去，他说话插不进去话，一直在说。我们就觉得这个背后就会形成一个默契度，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说我们 hiphop 在这个里边非常没有边界。哎，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哎，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这么哥，就是你话这么密的语，真的是这么有这么不想让我们插话吗？没有哥，就是连吸气都不吸气，一个偏旁部首都插不进去。你们让 Bridge 讲吧，大家歇会儿啊。好，那我再稀疏一点。好，转过去来，3、2、1，开始。就例如是我现在的生活助理，他是第一次带我进入这个hiphop圈子的人，我们是同一个厂区的。那个时候我们条件都非常的不好，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找一个地方，说我们来自街上，但不可能每一次练习呀都是在街上面练，所以我们分在厂区，他就带，对，那个我插进去了，哇塞！因为我特别的 respect 你。哦 ，Thank you very much。我就去找到我现在的生活助理，我就叫他大哥，我们就在他的家里这样一起去练习 hiphop。那我开始做的很没有边界感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会觉得说，只要是我的朋友，我不管大哥认不认识，我也不给他打招呼，我就全部往他家里带。啊，太过分了！那个时候大哥就会觉得，哎。怎么回事？但是呢，我第一秒看到的是那个大哥对我的眼神是非常惊讶，觉得我很诧异。但第二秒我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个大哥很支持我，他觉得这孩子很喜欢hiphop，他以后可能会有出息，所以说我可以不给他那些。Bridge 回头看看他们在干嘛吧，都没有是在干嘛？没有，你关心讲就好了，真的不需要我们。我肯定的哥，我肯定就自己讲，你们也自己玩，自己玩。这到后来的时候，大哥就把钥匙给了我。这个时候我就自动拿着大哥的钥匙，没给他说自己配了一把。啊，你配了大哥的钥匙？对，我配了他的钥匙。
我就直接带你们去他的家里。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过分的，最过分的是我从小就喜欢开他们家的冰箱，开他们家的冰箱。我们只能卡他最后2个字，对吧？要不然咱们真实在卡不进去了。全场准备啊，你来说。1 2 3，我肚子就会特别的饿。我就在想，有一天大哥家里的冰箱，我一打开，突然没有东西，只有2个鸡蛋。我寻思说，我去炒个蛋炒饭吧。于是我找到大哥的米缸。本来想要去挖那个米。结果那个米缸例如有30公分的时候，我发现了方便面。方便面。你想得到吗？这么长的故事，最后只发现了一包方便面。因为哥为了防范我，专门把方便面不放冰箱，放在了米缸里边。够力！哟！打开大哥的冰箱，发现方便面在米缸哟。就这么2句话，讲了半个多小时。但说实话，我休息得很舒服。所以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我觉得很没有边界感，但有些时候我还是要坚持这种边界感，因为我要做自己，因为他们非常爱我。我爱你。谁爱我？我爱你。谁爱我？我爱你。谁爱我？我爱你。好，谢谢大家。Peace。你看我插 bridge 的话插成什么样吧，自己膝盖都插破了，都插破了。6季了，你没有为了任何一个人破。对，你看我现在这样就很尴尬啊，对不对？会不会？你现在很像钢铁侠，一只腿那个，不要了吧？好白的小腿，好像娜扎的裙子，莫名其妙。江哥，我觉得这个边界感的拿捏，你还是要跟迪哥学一下。为什么？他每次来找我玩的时候，都给我带华莱士。全鸡配汉堡，好吃的不得了。华莱士一到，边界感就消失了。太棒了！我都不敢骂他了，他那么大家看不出来他没有边界感吗？Bridge 怎么可能没有边界感？他全是边界，他身边有一个结界，进都进去不了。你们有没有谁有被冒犯的感觉？我也有。犬哥跟我加了微信之后，因为我们也不怎么聊天嘛，然后他给我发的第1句话就是：“你想拿王牌特工吗？”哇，这个好像问一个秃子：“你想长头发吗？”明知故问。我想说的是，犬哥其实他不是说来故意伤害我，他就是关心我。然后他后来不是很努力的想帮我拿王牌特工嘛？我很喜欢这种所谓没有边界感的朋友。就是原来我自己躲在这儿，我以为我们是3分熟，然后你夸把那个5分卖出来之后，我觉得哎，我们是5分吗？好吧，然后我就会卖过来。所以我很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大家聊了太多边界感的事情，实际上呢，边界感分很多种，比如说物理上的边界，就比如说我跟薛之间的距离是1米，这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度量尺来量这个的。但是可是心理上的边界是很难测验的，所以我的经验是，如果说你想要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和互动，我觉得不妨你去问问看他这个边界感。去了解到你和我的边界的那个界限在哪里。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表决时间。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提案有共鸣，就拍桌支持。那么3、2、1，请表决。我宣布这个提案通过。我们的时间只有30秒，你现在状态很好，开始行动。Over。孩子生病了，抓紧完成任务。马上就要拿到了，小心。妈妈，我要妈妈。
宝宝别担心，妈妈马上回来。999小儿感冒药，妈妈特供特安心，守护宝贝超能力。本节目由地球当红炸子鸡、火星特工都爱吃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专治儿童感冒、火星常备妙招的999小儿感冒药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培养深睡特工、爆梗金句多、提案全通过的喜临门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细腻好纸四清风的清风 Hello 赞助播出。妙压相机9块9实现写真自由。本节目由妙压相机特别支持。好的，马上进入《火星情报局》第6季的最后一个提案。我觉得按照惯例，交给薛之谦来提，好不好？好，可以。熟悉我们火星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每一季的最后一次呢，都会用一个字来总结一下，对不对？所以